大家好 ，Justin 教授又来了。首先，我想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最近有很多人一直逼我要生出来新的影片，关于我以前住在台湾的故事。今天这一篇就是为了你们。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影片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看完，之后我建议去看上面那2个影片，我旁边有放一个 link。那些故事讲到我14岁的梦想，想要来台湾，而且呢，如果你看完这个，你也会想要订阅。记得哦，订阅会增加你的 IQ，不要以为我是在低估你的 IQ， 我在你的 IQ 已经够高，不然你不可能是来看我的影片。但是订阅总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那上一集呢，就是讲到我找到我的师傅在台南，然后我们决定要跟他一起住，为了练功夫。我跟你们说啊，跟我在南非长大的时候，来到台南，在1991的时候，是真的进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刚来到台湾那时候，我才满20岁，所以其实进入到这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的模式。我那时其实也没有特别感觉到是很不一样，因为诚实来说了，我就觉得反正就是在一个很外星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自然去吸收它。第一天我们跟师傅住，就第2天他就带我们去孔庙开始练功夫。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画了3条线在墙壁的上面，叫我们练起3个打法，这个就是上旋跟上勾拳。那时候是9月份，所以非常的热。然后我们在南非其实是冬天了，所以一开始练不用练到20分钟哦，全身就是在流汗，好像在洗澡一样的感觉。那一天呢，我们练了同样的这个3个动作，大概3个钟头不停了。旁边也没有水，师傅是跟他太太骑到别的地方，他3个小时后才回来找我们。对啊，讲关于这个，跟师傅跟他的太太一起出去，是我第一次坐机车。我的朋友是有 autobike， 可是我自己没有骑过，所以骑机车或者坐一个机车在台湾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有点可怕的经验。所以说，因为师傅跟他们有2台 scooter， 那我们就是坐在后面。真的那一天跟他们坐 scooter， 我就想说，可能我今天的命就是到这里，搞不好就是会挂了，然后不能再练功夫，因为交通实在太可怕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也很刺激，好像是在打电动的游戏一样，因为都不知道何时什么时候会一个人从旁边的路来撞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练习你的反应，还有去检讨你自己有没有勇气。我的观众住在台南，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我是在讲什么。因为在台南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戴安全帽，反而有的人会说戴安全帽更危险因为你要擦汗可能会导致你不能专心，所以还是干脆就不要戴安全帽。反正台湾人的那个头皮跟头壳够硬，所以不用安全帽。那时候真的是有的人有这种的心态。我还是记得那时候我每一次跟师傅出去的时候，我就保这个心态说，这个有点像日本的那个巫师一样，他就说你要每天起床，就认为说可能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在这个地球，所以如果今天只有到这个地步，你只能是用接受的态度。留着很深刻的印象呢，就是每一天早上师傅会差不多凌晨4点起床，然后第一件事情我会听到就是他在叫我的名字 Justin 来泡茶。我还记得那个茶那种很苦的乌龙茶，我们在南非不喝这种东西，而且我本来就不喝茶，然后他就是要很早泡茶。所以呢，到最后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开始有一个一起的共同的模式，我们一定要比师傅早起床。到最后呢，导致我们都是大概早上3点左右起来了。我们起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就是去跑步。我们大概会跑一个5-6公里左右，跑完步会打沙包，大概45分钟，一次3分钟，休息1分钟。在打沙包的时候，我的朋友我们都要去算你大概打了这个沙包大概打了几次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3分钟以内可以打沙包大概500次，包含打跟踢的。我还想要讲一件事情我在跑步的时候都会从北门路，就是沿着火车的铁轨跑，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大概我来了台湾不到1个礼拜，我在跑在那个铁轨的旁边，我就有感觉好像这个英文叫做 déjà vu。déjà vu 的中文就是似曾相识，就是那种感觉好像你以前有做过这个事情嘛。
然后非常的强烈。我真的认为说，我以前好像有做过这个，可是怎么可能？我也没有来过台湾，这是第一次。所以也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跑的时候，因为练的体力，就是体力变得很强。我还记得测试我的心跳，那个心跳大概1分钟41或甚至39，非常的低。然后跑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会进到我们所讲的那个 runners high， 就是会到另外一种心态，你会感觉好像身体是在飘，简直就是像Superman 一样。我还记得跑在长荣路，然后我是在听音乐。那时候我们听的音乐是什么？不是现在什么 MP3 啊，或者 iPhone， 没有都不是啊。就是现在像那个，你们有看过 Marvel 的那个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就是拿那个 Walkman 哈，里面放一个卡带听音乐啊。我记得我在听着那个音乐，然后再跑，我还跑得比一个 scooter 还要快。那到底是多快我也不知道，反正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一天平均可能会练6到8个钟头，通常练完打沙包之后，还要一起对打，对打完我们要去孔庙，那孔庙会练一些指定的一些技术，然后比如说打那个水泥的墙壁，就是把那个手要练的比较习惯，骨头要比较重。其实我有点后悔练那么多，因为其实那个也是导致相当多的运动伤害。可是 anyway， 年轻的人就是这样子。另外我想你们应该想要知道最不适应的是什么。我知道台湾人会现在干掉我，因为我要跟你们诚实说，我觉得最不习惯就是台湾的食物等等，傻眼。外国人怎么会说他不喜欢台湾的食物？我解释啊，因为师傅他是蛮传统的，他总是会带我们去到传统的菜市场。我真的不习惯看到我的食物上面还有留着头，所以我以前都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这是第一次我吃的食物，好像我在吃食物的时候，食物是在看我。因为为什么你的鸡那个头还会留在那边，师傅的那个鱼的头也会留在那边，所以你在吃，它就是在看你的那种感觉，很可怕。Actually， 这个可能是比较诚实啊。如果你是吃肉，当然这个动物它不是就是莫名其妙出现在百货公司里面，是被包装的好啊，然后就是被切的好，没有啊。当然你还是要去杀那些动物，所以这个是真的比较诚实。可是那时候真的很不习惯。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师傅煮的东西，我只能说不是我会喜欢吃的东西。尤其是他会做一种清汤啊，清汤是丢什么？丢章鱼在里面，就是单纯章鱼跟汤，然后他就是会叫我们吃，他说这个对骨头好。哎呀！我想起来，我现在吃了素那么多年，吃了素27年，想到这个就觉得很恶。还有更糟糕的，师傅爱把他觉得我们该吃的东西挖到我们的饭里面，放到我们的碗里面。可是我还记得有一天，他把鱼的眼睛挖出来，放在我的碗里面，说 ：“Justin， 吃这个会对你的眼睛好。”奇怪呢，我头上面有挂个牌子说我很饿，我很需要吃鱼的眼睛。没有啊，师傅在干什么？吃的部分是真的不是吃的很习惯，而且你们可能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吃外面？”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不会讲中文啊，也不知道该点什么，然后就是都是一直跟师傅住在一起，所以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后面有慢慢的学怎么点自己的食物在外面。所以有关我刚开始在台湾的生活那几个月的时间，跟师傅练武术，大概这个过程就是每天早上3点起来。然后我应该是这样说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累到我们早上起来觉得太累了，我们跑到一个圆环就是从长荣路跟北门路的圆环，我们跑进去圆环去睡，在它的正中间，好像是流浪汉一样。有时候会去庙的门口，大概早上3点，我们去庙的门口就直接睡在地上，在水泥地上，庙都会蛮早打开。那时候有一个是老阿嬷，她还邀请我进去，指一个椅子问我说我要不要坐在那边。她可能觉得我没钱还是怎么样，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想要躲师傅，因为我不想要泡茶。所以1991的前面9月份到大概1月份的过程就是这样子。那以后我再继续讲故事，今天到这里为止就好。好，请记得点阅跟按个赞，谢谢大家，拜拜。